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我们介绍新剧《玛丽与乔治》。本剧是由朱利安·摩尔和尼古拉斯·加利奇纳主演，讲述17世纪的英格兰皇室出身低微的玛丽通过婚姻进入贵族家庭，培养漂亮儿子乔治，成功勾引国王詹姆斯一世，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富有、拥有最高头衔、最有影响力的白金汉公爵的故事。本剧是在历史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限制级家庭剧集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大尺度的床戏，不适合未成年人。烂番茄影评人评分94分，观众评分74分。本剧确实很容易被大量香艳的镜头打扰，但角色们精彩的演绎以及精致的服化道和色调，还是让喜欢历史剧的我爱不释手。那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故事。1592年，一个男婴在豪宅里降生，却被产婆一时失手掉在了地上。母亲玛丽因为他是次子而迟迟没有给他起名，因为次子就是家里的小透明，他不能继承任何财产。不过最后这个漂亮的男婴还是得到了一个名字，乔治。时间来到1612年，20岁的乔治要被母亲送去法国学习，但他却因为爱上女佣而选择自杀。被母亲救下来后还是不肯去，母亲却很赞赏他的演技，对这种爱而不得就去上吊的浮夸表演大加赞赏。在母亲眼里，儿子的这种表演天赋正是遗传了自己。玛丽正是凭借这种以假乱真的表演能力，让自己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佣，成功征服了贵族乔治·威利尔斯爵士。爵士为了娶她，花了一大笔钱给她买了贵族的姓氏和身份。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，玛丽忍受着丈夫酗酒、乱交、家暴，而且拒绝给儿子钱去法国。最终，醉酒的老爵士乔治在和玛丽的推搡中摔下楼，一命呜呼。守寡的玛丽找到律师申请继承遗产，可没想到威廉尔斯的遗产只有一大堆借条，甚至房子都给了表亲。玛丽一家继续住，还要付房租。律师雪上加霜地拿出一张拆开的文件，那是当年给玛丽买身份的文件。玛丽直接手滑，把文件丢入壁炉烧了，并威胁律师把嘴闭好。为了钱，她不得不再次出嫁。刚守寡2周，就找了下一任目标康普顿爵士。他利用自己卓越的口才、交际花的手段、会计师的精明以及精湛的演技，说服了老头，让自己成为新一任的爵士夫人，由此换取儿子乔治的法国学费。最终，乔治在一家人的注目礼中孤独地被送往了法国。刚下船，眩晕不已的乔治就被带到一所博物馆一般的豪舍，而通往房间的每一条路都是颠鸾倒凤、翻云覆雨的香艳饕餮。另一边，母亲玛丽带着儿女们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新家，经过了婚姻公证，开始了新生活。乔治在法国郁郁寡欢，这个负责他在法国生活的年轻人名叫让，此人对他了如指掌。让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哥哥送给他的笛子，并告诉他以前的种种都要忘记，来到法国就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。然后带着乔治学习击剑、舞蹈等贵族必备的各项技能。在英国的母亲玛丽却过得很不错，在听说英国国王要到乡间度假，她死磨硬泡地让丈夫揽下了招待国王的任务。口口声声表示只是为了满足一下一睹国王真容的好奇心，其实是为了更大的野心。詹姆斯国王身边亲近的大臣只有一个英国人，大卫·格雷厄姆爵士，其他都是由萨默塞特带领的一帮英格兰男宠。他们嫌弃精心准备的房间和食物，甚至不肯下来一起共进晚餐。玛丽眼瞅着要错失良机，干脆半夜偷偷溜到国王的房间外，却意外地见到了国王的男宠张伯伦。张伯伦依靠和国王的亲密关系，成功进爵并成为枢密院顾问。看着国王毫不顾忌的就当众和张伯伦卿卿我我，这令玛丽想到了自己那个盛世美颜的儿子。詹姆斯的断袖之癖让他身边都被苏格兰人占据的局面，令大卫·格雷厄姆爵士很不爽。他告诉玛丽，
他并不反对国王的断袖之癖，而是不愿看到国王的想法受到苏格兰男宠们的左右。这番聊天让玛丽有了自己的计划。乔治在法国进步很快，他与让也成为了好基友，他从容地接受了同性关系，并提前学成归来。看着儿子风度翩翩的样子，玛丽甚为满意。乔治告诉母亲，法国之行给他最大的领悟就是身体只是身体，言下之意，身体不仅是一种工具，也是一种财富。这个想法和玛丽不谋而合。母亲告诉儿子，眼前就有一个机会，国王将宴请远道而来的丹麦国王，宴会上可以安排一个机会接近国王。乔治欣然接受，于是他被安排在宴会上给国王上菜，而且上的还是主菜，这是一个露脸的大好机会。但是没想到还没走到国王跟前，就被国王的男宠伸脚绊倒，场面狼狈。愤怒的乔治误以为是同伴，抬手就打，被人拉开。男宠们想就此砍掉乔治的手，结果被心情不错的国王赦免了。乔治错失良机，被扔了出来。因为失败而无地自容的乔治偷了母亲的匕首，准备自杀。母亲告诉他拿刀的姿势不对，然后细心地教导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这件事已经成功给国王留下了印象，接下来只需要再次回到他的视线里，青春美貌稍纵即逝，要尽快利用它获取猎物，让国王成为自家的战利品。好的，本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聊一下本剧的背景故事。白金汉公爵的名称来自于英国白金汉郡，历史上最早受封此爵位的家族由斯塔福德家族和维利尔斯家族。第6代斯塔福德伯爵第一次获得白金汉公爵的爵位，但仅传了3代，就因为叛国罪被国王亨利8世处死，并剥夺了爵位。威利尔斯就是本剧的主角乔治·威利尔斯。在1617年，他获得了白金汉伯爵的爵位，然后步步高升，直到白金汉公爵。他在大仲马的小说《三剑客》中被描述为法国王后的情妇，号称全欧洲最帅的男人。乔治的母亲玛丽·伯蒙特的过往就比剧集里更悲惨。她生于莱斯特郡一个没落乡绅家庭，从小就辗转于不同的阔亲戚家讨生活，身份介于女佣和女伴之间。在他17岁时，他的雇主就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乔治·维利尔斯爵士丧妻后向他求婚。当时的老维利尔斯爵士年纪已经很大了。玛丽虽然年轻貌美，但一文不名，为了生计只能接受这个老夫少妻的婚姻。婚后10年过得还算稳定，她先后生了4个孩子，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多少有些智力残疾，大儿子约翰更是有精神疾病，只有二儿子乔治和女儿苏珊相对正常。老伯爵染病死后，他第一任的6个孩子继承了所有的遗产，玛丽和他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财产，他只能通过婚姻来给自己和孩子找个栖身之所，忍辱负重地嫁给了年过70的阔乡绅威廉·雷纳爵士。可惜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，婚后仅1个月，70多岁的老新郎便寿终就寝了，徒留玛丽沦为笑柄。走投无路的玛丽只能咬牙再嫁。1606年，玛丽和老托马斯·康普顿爵士结婚。此人虽是个落魄潦倒的酒鬼，但却有一个贵为北汉普顿伯爵的兄长，这让玛丽有机会接触到皇宫贵族的阶层。玛丽虽然生活坎坷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但她却是个称职的母亲。她深爱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健康漂亮的二儿子乔治。但在17世纪的英国，二儿子是无法继承家产的，而且她的婚姻似乎也根本没有办法给她的孩子们争取到什么家产。除此之外，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要么去投身宗教，做一个牧师，拥有体面衣食无忧的人生，要么就是从军，但战场生死难测，大部分人都是炮灰，说不定就死在哪个犄角旮旯，连个全尸和葬礼都没有，就被草草掩埋。任何一个母亲都不愿意给孩子选择第2条路，玛丽也不例外。她曾试过让乔治去本教区牧师那里学拉丁文，然而事实证明，乔治生性轻浮，远不是做学问的料。
反而是容貌出众惹得女孩子们秋波连连。在跟随康普顿家接触到上流社会后，玛丽得知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断袖之癖，于是灵光一现，决定另辟蹊径。她穷尽积蓄，把乔治送往时髦的法国镀金留学，进行法语、骑马、舞蹈等贵族式教育。待到乔治学成归国，他便设法把他送入英国宫廷。事实证明，这个选择何其正确。好的，本集就讲到这里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继续。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。我们下期见。